我就是要做大事，要做特别大的事情。我有一个很大的远景，叫做连接全世界的 hacker，解决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有一些生态垄断了这个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一些生态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然后这里面的一个很大的 indicator 就是他们重视不重视黑客马拉松。想象有一个 AI agent 可以帮你组织 hackathon，它一年可以帮你组织12场，每个月都可以帮你组织1场。AI 替代了所有冗余的工作，人其实就应该做创造性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一个 hacker。量子计算的功能是我怎么推演3个月后的天气，而且是准确的。我怎么推演未来几年的股票的走势？所以谁是会颠覆英伟达的技术，其实是量子计算。量子计算能破解、会破解比特币吗？大家好，我是 Bill， 欢迎来到 Build It Up。我们是全球首个连接西方与东方、科技与人文、人工智能与 Web3 的跨界沟通平台。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对话。今天的嘉宾是 Steve， 他是全球开发者社区平台 DoraHacks 的合伙人兼全球业务负责人。Steve 在推动全球黑客松、开发者资助和 Web3 生态发展方面经验丰富。此前，他是 Top Network 的联合创始人，也曾经是 WebX 的创始成员之一。谢谢 Steve 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直接开始吧。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DoraHacks 啊？好的 DoraHacks 其实是 Bill，就是你有投资这么一家已经11岁的这个公司了。是，我在 BN 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对，所以 DoraHacks 在行业里面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站位，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开发者社区，同时也是目前最大的、最活跃的开发者激励平台。然后它在这个Web3的这个生态里面的价值是，它基本上是一个最大的创业的平台和各种各样的领先的开源开放的技术合作，去发展他们的这个生态。所以就是说，它在行业里面基本上不跟任何的公司或者组织竞争，但是它可以跟所有的公司和组织合作，去一起搭建开源开放平台技术的技术生态，然后它可以帮助开发者创业，这个是 DoraHacks 的最大的价值。那我可以把你们类比为 Web3 的这个 YC 吗？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啊？我觉得我们跟 YC 还有挺多不一样的地方。YC 是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加速器，从 YC 走出来了特别多优秀的项目，包括 Airbnb， 他们都是1000亿美金的公司。然后类似的地方在于，在 DoraHacks 的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很优秀的初创企业诞生。然后像18年我们组织 Hackathon 的时候，Injective 的团队就在 DoraHacks 的 Hackathon 上认识，并且创办了这个 Injective 3年之后，Polygon 的这个团队 Matic 在这个印度2018年10月，我组织的一个 Hackathon 上面，他们是印度4个最明星的项目之一。所以就是这个类似的地方在于有很多很优秀的团队从 DoraHacks 诞生。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有几点，第一个就是 DoraHacks 是更 scalable 的，我觉得就是它的可扩展性更强。YC 它非常精品化的录取，比如说 YC 最近的这个 batch， 他们孵化的更多就是这个生活中大家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 AI agent 的项目，所以你能看到它的这个商业目的性非常强，它会孵化在未来1到3年就会马上 play out 这些项目。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聪明的一个战略。我们跟 YC 在选方向上会略有不同， YC 是没有 Web3 战略的，但是 DoraHacks 是 Web3 上最大的一个诞生独角兽的地方之一。YC 孵化了 Coinbase 啊，这个是 Web3 的这个交集。对 YC 其实除了 Coinbase 之外是没有 crypto 的涉猎的，也就是说它比较少孵化 crypto 的项目。第二就是 YC 没有量子计算的战略，但是量子计算 quantum 包括量子的软件、量子的硬件都是 DoraHacks 从2020年就开始非常关注的方向。然后在我们平台上也有很多的量子计算相关的黑客马拉松，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同。第二就是说 YC 重线下重孵化， DoraHacks 是一个平台，它这个平台可以跟任何的公司和任何的开源开放平台技术合作，去发展他们的生态。所以我会觉得 DoraHacks 的可延展性，它的潜在可以覆盖到的技术
和可以覆盖到的开发者、创业者其实是更广泛的。嗯，是的，在这个基础上，你刚刚聊到，就是说你们最近在做 AI 啊，能不能聊一聊，就是你们对量子计算跟 AI 的这个布局？听说你们现在也 launch 了一个新的产品，是吗？对，本质上 Web3成就了 Dora，或者说区块链成就了 Dora，是因为在 DoraHex 创办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任何一个技术站的一个组织。所以，就比如说我们在19年举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黑客马拉松，叫第四次工业革命，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黑客马拉松。它的云赛道是由微软支持的，然后它的这个金融科技赛道是由微众银行支持的，然后它的 IoT 赛道是由博世，就是德国的那个 IoT 公司，他们是做冰箱、做电梯这些公司支持，然后在区块链里面是由币安支持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是有能力把很多很有意思的技术站融合在一起的。然后 AI 赛道是由商汤科技支持的，然后区块链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是因为区块链的所有的技术站里面，Crypto Web3是最开源开放的技术站。对于一个 hacker 在 GPT 之前，在 AI 里面创业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 AI 需要大量的算力，不管你是做自然语言识别方向，还是做计算机视觉方向，其实你都需要大量的融资才能够支撑起来你的这个模型搭建。所以很多的技术都是从大厂堆叠资源，然后融资才能够去创办的。但是在 Dora 的 Hackathon 里面，我们发现，90%的 hacker 在17年的时候就在写智能合约，到19年、20年里面就可以存几千万美金、几亿美金，然后他就可以有几百万美金、几千万美金的收入。这个是在其他的行业里都很难出现的一种情况。本质上是因为区块链是最开源开放的平台，从比特币、以太坊开始，一直到今天广泛存在这些公链，所以我们跟区块链相互成就，就是70%、80%的公链都跟 DoorHex 合作发展自己的生态。像我们跟 Solana 合作了5次，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像 StepN 这样的项目都参加我们的这个 Hackathon，所以我们一路见证了 Solana 成长到今天的这个地位。哎，你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也见证很多公链的这个兴和衰呀？因为某种意义上你们跟他们合作生态嘛，对吧？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18年的这个跟我们合作的生态有本体，有星云链，然后有易来云，就是这是当时的老一批中国背景的公链，然后这些公链的特质是通通在2021年就逐渐消亡了。套现离场了。我们就是19年其实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活跃的项目，到后来有很好的这个生态发展，包括从19年开始，波卡开始进亚洲市场，然后 Solana 开始进亚洲市场，他们都有派团队来亚洲，然后我们也都有探索过合作，包括 Algorand，但是也经历了几波，你会发现就是说有一些生态垄断了这个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一些生态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然后这里面的一个很大的 indicator 就是他们重视不重视黑客马拉松，重视不重视开发去建设，以及他在这方面的建设是走形式还是论实质，就是有谁真的通过黑客马拉松孵化出了项目，包括他对于这件事儿的判断是真的有很好的顶层设计，就是这个整个团队的核心成员是否知道他在他的生态里面想要什么。并且通过黑客马拉松或者其他的方式，找到了这些团队，并且保证这些团队活过了熊市，拿到了融资，并且做出来了一流的产品，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生态都成功了，而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生态也就都失败了。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其实从任何一个2线生态或者3线生态里面，拿出一个跟别的生态对比非常，就是他做的这个东西很新，然后大家都需要的都很难。包括你现在从以太坊里面去找到这么一个产品，都变成特别难的事情。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以太坊，最近市值撑不住的一个原因了，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必须要用它的理由了。但是就是说，其实 Solana 在去年做的很好的，就是它抓住了几波很大的趋势，它是 DePIN 上面最重要的生态之一。像 Render，包括他们最新我觉得孵化的这个叫 Photobots AI，是一个综合了 Crypto AI 和机器人3个技术站的这么一家公司。然后包括 Helium，然后包括 HiveMapper，就是他把 DePIN 的这个趋势站住了。然后除此之外，他们还
在其他的这个 meme 呀或者其他的这个方向上做的特别好，但是相比来说，其他很多的公链生态没有找到自己的叙事。是，所以你觉得就是这个从你们角度，这个其实很早就能够看到很多公链，对吧？就它是不是这个正儿八经在做早期的这个项目的孵化，然后呢，这个也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公链最后都是在一些重点的这个方向上能够有成功的布局包括 AI。然后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AI 这个事儿，那为什么你们会在这个时间窗口推出自己的这个 AI 产品呢？这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其实背后的逻辑是清晰的，因为 AI 可以提升所有人和所有组织的效率。就是我们不仅会思考，比如说 AI 的创业方向有哪些，更多的就是一个内部的想法，我们怎么通过 AI 提升我们自己的效率。我们的合作伙伴最大的痛点在于，他们要仰仗他们公司里面一个叫 DevRel 的角色来组织黑客马拉松。就是说，第一个叙事在这儿是，只要它是一个开源开放平台技术，一家公司或者组织，它都可以通过组织黑客马拉松来发展生态，这是第一个叙事。然后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他们怎么来组织？就是有一个人叫 DevRel，叫开发者关系的这么一个人，他负责组织这件事儿的。但通常第一，这个人很贵，这个人一年要$10万到$20万的底薪，加上其他的这个 package。然后第二，这个人很低效，他一年通常只能组织1到2场。因为组织一个黑客马拉松，你需要协调所有的资源，你需要做 marketing，你需要设计，你还需要 review 所有的项目，你需要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谈，这个过程是很繁复的啊。所以就是说，一个生态在之前可能一年只能组织1、2场，都很好了。对，但是一个生态是希望永远都有黑客马拉松存在的，因为总有一个 builder 在这个时间点说，我想要在你的生态里创业了，那黑客马拉松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去认识所有的投资人，认识所有其他好的生态里面的 builder，认识这个生态里面的核心的人，认识 founder，认识这个生态发展负责人等等。所以这里面 AI 是可以提升整个事情的效率的。想象有一个 AI agent 可以帮你组织 hackathon，它一年可以帮你组织12场，每个月都可以帮你组织1场，它可以帮你设计赛题，可以帮你评审所有的参赛团队，然后它可以帮你生成这个 hackathon 相关的 marketing 材料，然后它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的黑客马拉松里面 management 的事情。这个的成本只要那个 DevRel 的1/10或者1/20，你就会想雇佣这么一个 AI 来帮你做这件事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管它叫 Buildo AI。就是在 crypto 里面只有2件事情是重要的，一个是 HODL，还有一个就是 Buildo。就是你作为一个持币的人，你要持币足够久。第二的，在熊市你要做什么，就是要 Buildo，你要做这个能够真正影响世界的好的产品。对，所以你们这个切入点也非常的聚焦啊，就是相当于说把自己那么多年积累的 know how，然后用 AI 来实现，最后可以赋能到各个供链上去。对，我理解，它还有历史上组织所有 hackathon 的 know how 和数据，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DevRel，agentic DevRel。然后每一家公司可以花很少很少的钱就可以雇佣它，全年24小时不断365天的给这个组织工作。嗯，哎，那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我也想跟你探讨一下，就是说你怎么看3到5年以后的 Door Hacks 的这个愿景？你们是希望就是说最后变成每一个公链都能够用的大工具，还是说最终其实你们是通过服务，但最后通过投资来变现的这么一个另一种形式的这个 YC？就你怎么看自己3到5年之后的这个愿景呢？对，Bill，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没有给自己设限，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远景，就是这个 vision 是2014年我们创办的时候就提出来的，叫做连接全世界的 hacker，解决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我觉得一家公司的 vision 就好在它从2014年一直贯穿到25年，现在已经第11年了，它都是适用的。然后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哪些重要而迷人的问题亟待被解决？那这些事情应该是一个创业者，应该去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尤其是，还有一个事情最近有变化，就是 AI 替代了所有冗余的工作、繁复的工作。所以 AI 把人从所有繁复冗余的工作解放出来之后，人其实就应该做创造性的工作。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一个 hacker。现在 DoorHacks 的平台上有20多万个注册的开发者或者创业者，这个数字其实我觉得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成长到1000万个人，或者2000万或者1亿个人，就是因为有了 AI，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去，基本上是被逼迫着去成为一个 hacker 了。然后这也是一件好事，就是每一个人每天最重要的那个事情是什么，而我每天有哪些 progress 在这件事情上。是，那你这样这个赋能下去的话，就是说你希望将来能够赋能更多的这个在整个 Web3和 Crypto 领域的这些超级个体，和这种富有创造性的小团队，还是说可能你会觉得本身你也会成为一个更广泛的 AI 公司？因为这个如果我们是在前面放一个 Crypto 的话，那看上去好像它更多的还是会聚焦在可能跟大金融有关的领域，对吧？从比如说比特币是数字黄金呢，这个以太坊是一个金融云呢，或者是稳定币是一个这个支付工具啊，就最终你觉得你会怎么去定义自己的行业呀？这可能也涉及到，就是说未来你的这个范围有多大，对吧？就比如说 GPT 的话，可能它的这个范围是各行各业，基本上是互联网网民里面只要用 AI 的，可能最后都会成为这个大模型的这个用户。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Bill。我们有长期和短期的远景。我认为长期的远景，就因为所有人都会成为 hacker，所有人都会成为 DoorHacks 的用户，所以我们平台最终的发展方向会是怎么能够变成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够在这里获得资源，并且加速他的创业历程的这么一个平台。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应该是去赋能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短期的远景可以概括成4大核心的方向和7大这个重要方向，就是这是我们最关注的方向。然后在大方向上，在 crypto 里面有2个，一个是叫 consumer crypto，就是什么是 crypto 的拼多多、美团、小红书时刻，就是说我们在 crypto 里面下一步想要看到的更多的项目，这也是 Bill 你在很早之前就提过的，也是很适合中国创业者去创业的方向。是，但现在好像目前我们是看到了 Crypto 的支付宝时刻，对吧？然后看到了 Crypto 的这个线上澳门时刻，线上拉斯维加斯时刻。线上澳门过多，如果真有优秀的支付宝，我们是很愿意去倾尽我们的精力去投资和孵化的。包括我们有一个内部的业务线，是想要去更好的解决 crypto 支付的这个问题，包括社交支付。就比如说你怎么做社交支付，这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大的方向是 agentic organization，就是自动化组织。就是如果 DoorHacks 可以变得更自动化，任何的组织都可以变得更自动化，AI 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那这里面这些组织可能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和技术站，然后因为一个组织无论有没有人，它都有一些 basic 的需求啊，它需要去审计，它需要去做 marketing 啊，它有各种各样的让自己的这个业务自然繁荣发展的这么个需求。所以围绕着这些自动化组织能够诞生的服务，也一定是自动化的这些服务啊，我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这里面可以用 crypto 的基础设施，可以用 crypto 的工具，可以用 crypto 结算啊。所以就是说，这是2个在 crypto 里面我认为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方向。然后除此之外，crypto 之外，我们有2个趋势，一个是开源量子软件。我们认为今年是量子计算这个技术的以太坊智能合约时刻啊，因为在之前大量的量子硬件开发，但是就有点像这个比特币，它很安全或者它算力很强，但是你在上面很难开发任何的东西。但是从今年开始，可以有这个比较复杂的量子软件被编出来，那它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应用。量子计算是用来做什么？不是用来破解比特币的，这不是量子计算的核心需求。核心这个功能，量子计算的功能是我怎么推演3个月后的天气，而且是准确的。我怎么推演未来几年的股票的走势？就是它可以去处理海量的数据，并且返回一个比较准确的模拟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是量子计算要做的事情。所以量子计算也有大量的应用，它背后的顶尖的这个技术在于超强的数据处理和推演能力啊。所以谁是会颠覆英伟达的技术，其实是量子计算。因为量子计算可以替代现有的 AI 的这种计算的基础设施。
然后我们会去重点关注量子软件，我们认为这里也有一些创业的机会，就有点像你在13、14年去布局以太坊的那么早，现在可以去关注量子计算的这些软件。然后另一个是叫 FDA 自由社会啊，美国的这个监管环境宽松，不仅有利于 crypto，FDA 全称是什么？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 Federal Drug Academy，就是美国的药监局。可能我拼的不太对啊，就是这里是这个存疑的，但是它大概是监管美国的这个药的。然后它的问题是建了超高的护城河，保护现有的大型药企，而阻断了很多的医药创新。这个医药创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设计，包括癌症治疗，包括基因编辑，就是这些都是可能给一些绝症很好的解决方案的。但是因为过于激进，加上不是在比如说某一个大药企的这个设计范围之内，它就通不过 FDA。但是最近的一个新的叙事，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打破 FDA 和大药企的垄断，支持医药创新。这里有一个医药行业的 hacker movement，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中小企业、创业公司、创业团队，然后新兴的这些团队在做一些突破式的进展，然后我们会关注这个方向，然后我们也会去看看怎么扶持这个方向的团队，所以这两个这个 Quantum 和 FDA Free Society 是我们在 crypto 之外会关注的方向。嗯，所以就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这个人工智能赋能这个新药研发，就这三个是未来你在这个 crypto 和 crypto 之外的探索的这个战略重点了。包括就是Moderna 这家公司是唯一一个在做癌症疫苗 mRNA 癌症疫苗研发的，所以就是说它倒不太有很 frontier 的这个量子计算或者 AI 的参与，但是 AI 确实可以在医药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去推演 DNA、mRNA 这些的排列组合，它可以去设计一些新的药物，然后设计一些新的治疗方法，然后在材料里面，AI 的排列组合可以制造出一些顶尖的新材料，比如说火箭，或者其他太空技术可能会用到的材料。所以 AI 确实是能够服务于各行各业的。你刚刚那个一笔带过了一个话题，我觉得大家还会挺感兴趣的，就是量子计算不是用来破解比特币的，就量子计算能破解、会破解比特币吗？潜在是肯定是可以的。就如果有一个矿工，这个他手上持有世界上第一台量子计算机，那他就可能会 take over 整个网络，还是说他可以把很多的别人手上的这个比特币也给这个偷过来？它其实就是说，现在大家需要大量的算力才能够算出来一个新的区块嘛，它可以破解一个新的区块。但是有了量子计算机之后，这个算力的这个难度相对量子计算机来说，就有点像我们刚开始挖比特币的那个时候。你现在比如说，需要多大的难度，然后这个难度下的这个矿机，全世界所有的矿机算力加起来，多长时间才能挖出来？比如说5个比特币或者10个比特币。但有量子计算机之后，它可能就是1秒可以算出来剩下所有的这些难题，因为比特币的难度设计是固定的它比现有的这个矿机的这个算力要高出很多很多，指数级的高出很多很多倍，所以就是说它能够快速的算出来。第二个就是说它一定程度上可能可以破解密钥，就是它可以破解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个比特币地址的这个密钥，所以它能够转走你的比特币。那你现在还持有比特币吗？持有。为什么呢？你都那么看好量子计算，这个在孵化量子软件了，因为第一就是说它到那一步还有几年的时间。那到那几年时间来了，你会把它再换成黄金？我觉得比特币社区肯定会有一个分叉和升级，就升级成抗量子版本，这个不会很难。这个危机潜在是一个伪危机，就是说大家最后肯定会有一个很合理的处理方案来应对这件事儿。所以你这里面有一个假设，就是说在技术的这个前进过程中，矛和盾应该是同时前进的，不会说有一方的矛突然就获得了这个天下无敌的这个能力，对吧？对，而且就是说，一个是抗量子，我觉得是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向，抗量子区块链，比如现有的这些，光是比特币、以太坊也是1000亿美金的资产，Solana 也是100亿美金的资产，怎么保护这些？
各个基金会应该都有专门的研究员在研究这个方向，并且他们已经 release 了出版的版本啊。第二个就是量子区块链，就是量子区块链和抗量子区块链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内容。然后量子区块链，就是反而是依赖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去发行和维护的区块链系统，所以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方向。然后它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签名方法，然后它就可以这个让自己的这个链有更强的安全性啊。所以就是现在也有团队专门做量子区块链的这个方向，叫量子密码学。它和抗量子的这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很有意思。我觉得你的这个职业发展，从当年这个清华毕业到现在做那么有意思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00后都会非常羡慕。如果今天这个他们才刚刚走出校园，对吧？看到特朗普的这个关税啊，然后呢，比如说 crypto 行业现在也是半熊不熊的，大家都会比较躺平。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我会认为在，比如说在 AI 的帮助下，创业变得更容易了。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一个新的岗位，叫 Vibe Coder。这个 Vibe Coder 是啥呢？就是我不懂编程，但是我就是跟 AI 一起协作，然后我能做出来比懂编程的人更强的产品。那这个 vibe 是啥意思？做这个 AI 的这个气氛组。对，就是因为以前这个人在黑客马拉松里或者在创业团队里都是提供氛围的那个人。氛围情绪价值的那个人。就是这个人负责给程序员按摩、买可乐、买汉堡、买披萨、买啤酒，所以这个 Vibe Coder 终于变成了核心贡献者。就是他对于程序员来说未必是好事儿，但是对于不懂编程的人，现在是一个创业的黄金时间。我就听说过无数的案例，这个不懂编程的人做出来了一个 ARR 1000万美金的这个完整的产品，就像那个 Cal AI，它其实就是用 AI 帮你看食物卡路里的这么个应用，就是它也有1000万美金的 ARR。它那个方法就是从不懂编程，一步一步的跟着 AI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所以我觉得，第一呢，在 AI 的帮助下，创业的难度指数级的降低。那这里面就是什么是这个世界真正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的符合第一性原理，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做这个东西好像能赚钱，我就去做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是我做的这个东西真的能够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需求，然后一个顶级的创业者应该是我做的这个东西真的可以积极的改变世界。第一呢，就是我鼓励大家来创业，现在创业的这个回报是最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如果要创业，我希望大家先从一个顶级的创业者的视角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不是因为这个生态刚刚融了很多钱，然后它的生态里面没有一个借贷的市场，我就去这个生态里面做一个借贷市场。这个东西可以赚钱，可以融资，然后你可以把它做得很成功。但是我会希望每一个人先去做一个，我们能不能一起做一个火箭公司，然后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就是真的能够让我妈妈每天用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能够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好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更多的人去往这个方向想的话，会在长期取得成功。就是我觉得我不要太短视。对，我想起这个黑石的苏世民说过，这个做大事儿做小事，其实你这个杂七杂八整个价值链做下来，难度都差不多，那还不如直接就干个大事儿。我就是要做大事儿，要做特别大的事情，然后不要怕失败。在创业的过程中是最好的学习的过程，所以不要再去读硕士或者就是读太多的书，然后在创业中学习。嗯，是的。好的，谢谢 Steve，我们今天的问题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好，谢谢 Bill。那今天我们的 Build Up 就到这里，感谢 Steve 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如果你对本期内容感兴趣，欢迎点赞订阅，和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的前沿话题。我是 Bill，我们下期再见。